大律师辛苦了，喝点水润润嗓子吧。幸好你愿意来救场，不然我又要挨领导骂了。讲座也讲完了，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？你还是像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，做什么都很认真。我本来是想带你逛逛校园的，今天是学校的开放日。是啊，就是让大家来校园参观，体验各种课程和活动的日子，很好玩的，保证你去了不后悔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是吗？真的有这么好玩？工作的事提前处理完了，想起你说今天要来这里做讲座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怎么样？见到我是不是很惊喜？哎，这位是？没想到你竟然犹豫了这么久才说，我可太伤心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刚刚被口水呛到了。好了，我们也别在这里站着了，出去逛逛吧。那些都是学校里各式各样的社团，除了这些，学生们还组织了不少活动和演出呢。你也知道，育英高中有些特殊，这也是展示学校实力的一种方法嘛。你终于想到了？没错，当年我也是在这所学校读书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会是何印的那个陆景和？哇，天哪，厉害啊，真有你的！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开放日的特别礼物，里面啊有一些简单的小礼品，还有印有我们学校 logo 的纪念款制服，两位拿好。本来还想邀请二位一起逛逛校园，不过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祝你们今天约会愉快。好像有些变化吧，我不太记得了。
不说我了，还是说说你吧。是啊，某人之前在电话里好像说赵远只是个普通朋友，可我怎么觉得他非常了解你呢？战友情？战友情谊吗？啊，没什么。你不想逛了吗？刚才不是还兴致勃勃的？好啊，一心想着帮同学，都不愿意和我好好约会了。好啊，姐姐，你好好解释一下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快说吧。当然，不信的话，你自己试试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不想，我没有不想啊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我并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听到你说的那些，又想到自己和这所学校，所以没什么共鸣而已。因为我只在这里读了很短一段时间，16岁就出国了，所以我的高中生活大部分是在国外度过的。因为我想去翡冷翠读大学，提前出国可以早些适应国外的环境和氛围。学校确实有很多活动，可惜我没时间参加。虽然我在国内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，但国外的高中并不认可，我必须从头来过。所以啊，为了不比同龄人落后，我几乎动用了一切时间来学习。最后只用了2年的时间便修完了所有学分。哦，对了，在这里读书的时候，我参加过一个绘画的社团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我当时时常待在那里，画到很晚也不愿意离开，可以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。每次都是老师拿着钥匙来锁门了，把我从教室里赶回家的。我记得那间教室就在这附近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？
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当初在这里度过的时光，没想到再次回到这里，竟然会觉得十分怀念。我以前经常坐在这个位子上，画累了就靠在窗边休息。那不如你来亲身感受一下我上学时的样子。是啊，我们当时的校服和赵远送你的这套纪念款有些相似，所以马上我就让你看到高中时的我。学姐，有几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，你愿不愿意教教我？学姐，你觉得我好看吗？那学姐以前遇到过比我还要好看的男孩子吗？最后一个问题，学姐在遇到我之前，有没有遇到其他心动的男孩子？是啊，我是在吃醋。我还在计较学姐想扔下我回去准备演讲稿的事呢。不过，如果学姐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就不计较了。我想要学姐的一个吻。陆景和，张老师，好巧啊，竟然在这里遇到您。啊，我来这边取点东西。这位是张老师，是我们社团的负责老师。张老师，这是我的女朋友。你好，你们今天是来参加校园开放日的吗？是啊，想来看看曾经最喜欢的地方。这间教室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。美好的回忆吗？啊，您可能不记得了，当时我总待在这里不走，要您劝好几遍才肯回家。我当然记得，其他学生总是画一会儿就烦了，根本坐不住。只有你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连太阳落山了都没发现，灯也没开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不少作品我都挂在学校的艺术展厅里了，想不想去看一眼？啊，都是些习作而已，哪能称得上是作品？你也太谦虚了，你的那些习作可比许多人的作品都要好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想不想去看看？展厅里放的都是学生们的优秀作品，陆景和的画在这一边。
是啊，这些都是我当年画的。怎么了？的确，这些画中的主角都不是我。应该说，这是我眼中的，或者是理想中的高中生活吧。陆景和，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欠你一句抱歉。张老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当年没有尽到一个老师的职责，我不是一个好老师。您为什么这么说？当时您不是一直很照顾我吗？我还记得您经常向我分享绘画的心得，教我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我当时并非艺术班的学生，只是参加了兴趣社团，但您对我的用心却一点都不输给那些艺术生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感激您。如果不是您，我对绘画的理解还执着于模仿真实的事物，希望无限度地接近现实。如果只抱着这样的理解，也就不会有这几幅画了。那都是应该的。作为一个老师，关注的不应该只是学业上的事情。其实我当年就已经发现了，你在学校里过得并不开心，而我却选择做一个旁观者，没有帮助你走出困境。老师，您不必苛求自己。您已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了。后来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，换了一个国家，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我，也轻松了不少。所以啊，您不用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的。您看，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现在还会画画吗？当然，我会一直画下去的。说起来，我们俩也是因画结缘的呢。那就好。抱歉，让你们听我这个老家伙啰嗦了半天。哪里的话，今天能见到您，我也是不虚此行了。那你们慢慢看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唉，有的时候，我真希望你能别这么聪明。育英中学是什么样的学校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所以，如果你和那些学生的身份一样，当你知道作为陆家二少爷的我入了学，你会做什么？是啊，我的那些同学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。像我们这种人，从出生开始就与家族和集团捆绑在了一起。除了学习以外，
和其他家族集团的继承人结交，也是重要的一课。而且在我的印象中，相比起学习，大家花在社交上的心思要更多一点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的身边总跟着一群热情过头的朋友。你听说过河印继承人之争吗？那则报道虽然很快就被河印压了下去，但无论什么时候，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，哪怕这则报道是假的。包括我这些热情的同学们，还是有很多人信以为真了。他们对我比以前更加热情，恨不得把我捧上了天。我懒得和他们浪费时间，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但谁知道他们竟然打着我的名义欺负同学，这让我非常愤怒，所以干脆就与他们划清了界限，一个人独来独往。我把学习以外的精力都放在了画画上，总是一个人在艺术教室里待着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和张老师熟悉了起来。那则报道不仅扩散到了学校，也在河印内部传开了。那个时候，哥哥刚接手河印的业务，根基本来就不稳。有了这篇报道的推波助澜，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，甚至连我爸都受到了董事会的质问。大人们在台前为所欲为，孩子就在后方学习他们的风采。那些对陆家有敌意的人，常常在背地里贬低我哥哥，有些人甚至完全不避讳我。每天，我的耳边全都是这样的污言秽语。我实在不忍心再看爸爸和哥哥生活得如此辛苦，但我那个时候能力有限，能想到的方法只有自己离开。只要我走了，这些谣言和议论就会终止了吧。所以我就在16岁那年离开了魏明市，一个人出国读书了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。其实，今天重新回到这里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刚刚你说我不开心，也没有说错。我既有点吃醋，又有些羡慕你和赵远简单真挚的同学情谊。或多或少有一点吧。那个时候，唯一陪伴我的只有绘画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的作品之所以远超同龄人，或许只是因为我画的更多吧。所以，姐姐，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可是，我不想要这些。想要姐姐的一个吻。
心疼我？有多心疼呀？哎，姐姐，你别走啊！姐姐，你别跑啊！刚刚不是你问我想要什么的吗？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我可是天下第一好哄的男朋友，只需要你的一个。不生我气了？我本来是不觉得难过的，而且我一直认为，享受着陆家优渥待遇的我，也没资格抱怨什么。但是你刚刚抱着我安慰我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就委屈了。我才意识到，并不是我不难过，而是那时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任性的人。父亲和哥哥都在忙着处理合印的事，我不想给他们增添烦恼。但是除了他们2个人，我周围便没有可以真心相待的人了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在你面前，我会吃醋，会任性，会变得不想隐藏自己的情感。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我太不成熟了？马上就要到演出时间了，不如看完演出再回家啊。开放日的最后，各个社团都会准备一个小节目表演给大家看的，就在校门外的展台那儿。我还好，还是可以看到的。怎么样？这样是不是就看得见了？不要紧，我的力气大得很，别说这么一会儿了，抱1天都不会觉得累。哇，这个老师好帅啊！怎么我们学校没有这么帅气的老师啊？我的胳膊好像有点酸了。是啊，我费了半天力气，结果等来的却是你对别的男人的赞美。姐姐，这不公平。
姐姐，你……不，这样还不够好用。以后想要哄我，要这样做才行。晚上好啊，姐姐。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不会还在准备明天的讲座吧？哦，我没什么急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明天参加完讲座有没有什么计划？既然没有，那不如完成我一个愿望，怎么样？今天我可是把自己的高中生活一五一十都讲给你听了，明天是不是该轮到你了？没什么好说的，骗子。今天你明明一副很怀念的样子，肯定有很多有趣的回忆。说什么都可以啊，比如你每天几点起床，几点上学，最讨厌什么课，最喜欢哪个老师，只要是与你有关，不管多么微小的事，我都想知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想看看你以前的毕业照。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想了解一下你高中时代是什么样子。不好看？我不信，你穿校服的样子一定很可爱。不过光看照片的话，好像还是不够直观。对了，你还留着高中的校服吗？如果有的话，能不能穿给我看看呀？不可以吗？姐姐，你就穿一次给我看看嘛，就当是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好吗？你答应了，太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可不许反悔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快点休息吧。明天早上我送你去育英高中。晚安。